来看替嫁良缘。大小姐缠上我镜头前，这位老哥正用他那狂霸酷炫的7成内功给师傅做全身按摩，搞得老爷子脸绿的像老黄瓜，直呼想赶紧把这大孝子赶下山去祸害江湖。师傅为了保住晚节和老命，赶紧让这个在山上种了15年地的铁憨憨滚去江州，美其名曰让他下山去寻找自己那闪瞎眼的大好前程。陈南本还想着留在山上给师傅物理养老送终呢，结果老爷子一听这话，吓得差点当场螺旋飞升，赶紧把定金玉佩当烫手山芋塞进他手里。师傅赶紧交代那个叫李长安的倒霉老友，多年前定下了盲盒婚约，让他这次下山务必去江州，把李家的大小姐连哄带骗给娶回家。陈南看着这一望无际的荒山野岭，觉得脑壳嗡嗡作响，为了省去半天用脚丈量地球的奔波之苦，他竟霸气地站在马路中央，肉身拦起了顺风车。结果出门没看黄历，恰好撞见正被一群西装暴徒狂追的李家二小姐。这名场面让陈南觉得今天下山的新手村开场白确实有点过于刺激了。李慧然此时正开着豪车在大马路上硬核上演生死时速，毕竟他爷爷今天立遗嘱，某些心怀鬼胎的极品亲戚正急着物理送他去吃自己的席。陈南看着眼前这个漂亮到连马赛克都挡不住的小姨子，顿时疯狂心动，暗想大姐要是也长这样，那这波软饭硬吃的入赘买卖绝对是血赚不亏的。面对这群大白天就玩起速度与激情的不法分子，陈南决定发挥龙王余热，用拳头给这些毫无职业素养的杀手们免费上一堂硬核交规课。李二小姐的保镖虽号称是江州武术冠军，但在这种真枪实弹不讲武德的亡命徒面前，这头衔显然就像纸糊的一样，显得有些太不够看了。眼看杀手就要把车当饺子包圆了，陈南却还在一旁极度装杯地淡定数着倒计时，那副欠揍的云淡风轻样，差点没把血压飙升的二小姐当场气死。就在反派死鱼话多准备下死手时，陈南终于决定不再装掉线了，他一个箭步冲上去疯狂输出，那装逼架势简直比爆米花电影里的龙傲天还要帅。他这哪里是在打架啊，分明是用物理超度教对方怎么重新做人，一拳一个小朋友的割草节奏，直接让在场的杀手全部戴上痛苦面具，开始怀疑人生。刚才还嚣张的要上天的杀手头子，此时秒变滑稽缩头乌龟，在陈南那降维打击的恐怖压力前，只能可怜巴巴的选择含泪服用毒药，草草杀青收场。惊险捡回一条命的李慧然，为了表达感谢，直接毫无人性的掏出100万金卡。可陈南接下来油腻霸道的话，却让这白富美当场大无语，愣在原地活不过神。这小子竟然大言不惭的强行宣告自己是他未来的姐夫，就这副犀利哥般的破烂乞丐打扮，配上总裁霸道宣言，这离谱的反差确实让人疯狂胃痛难以消化。尽管觉得这是荒诞的像三流爽文，但人美心善的李慧然还是决定先顺水推舟带他回家看看，毕竟这土味救命恩人的开挂实力确实深不可测。李家大宅里此时正群魔乱舞，热闹的像在搞什么大卖场开业庆典。原来是李老爷子病重，召集全家极品，准备瓜分那惊人的遗产大蛋糕。作为家里的头号毒瘤害群之马，大姐李慧宁一露面就开始对妹妹阴阳怪气冷嘲热讽，那副绿茶般尖酸刻薄的模样，简直让人血压飙升，看了就想揍她。陈南在一旁吃瓜看戏，冷眼旁观这出狗血家族大戏，暗想着所谓的大姐长得虽还算凑合，但这心肠毒辣的跟个反派毒蛇精真没啥两样。正当李大毒妇准备把这叫花子轰出门去时，满血复活的李老爷子却像见到了亲爹一样，直接丝滑滑跪扑了上来，当众硬核行起了主仆大礼。原来在老头眼里，陈南才是浑身闪着金光的真大腿，甚至不惜疯狂自降身份，喊他少主。这波土味反转，直接让在场所有等分钱的李家人集体石化傻眼。此时胸大无脑的大姐李慧宁还在做着当王家少夫人的春秋白日梦，她压根就看不上这个仿佛刚从泥地里刨出来的所谓未婚夫陈南同学。老头却铁了心要强行倒贴履行当年诺言，甚至想今天就按头把两人婚事定下。这场面雷人又尴尬的，简直能让人用脚趾原地抠出个豪华30亿听。陈南也非常耿直的自曝底牌，说自己是个在山上快乐种地的孤儿。这凡尔赛大实话一出，更是让狗眼看人低的李家人集体高潮，开启了群嘲模式。戏精大姐当场就炸毛跳起来，表示死也不嫁给一个泥腿子乡巴佬，甚至狂喷爷爷老糊涂了，竟要把他这种高贵白天鹅强行许配给这只土味癞蛤蟆。陈南倒是乐得清闲，赶紧甩锅，既然人家不稀罕，那他也不想强扭这口带毒的烂瓜，毕竟他下山主要也是为应付差事，完成那糟老头交代的任务罢了。李慧宁为了作死断绝爷爷念头，竟直接炫耀般掏出了王嫂的求婚钻戒，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简直就像是中了500万彩票大奖一样，让人没眼看。
他还蠢萌的天真以为只要无脑抱紧王家大腿就能飞黄腾达，却不知那个所谓的人渣王少，其实才是真正要把李家连根拔起推向深渊的幕后黑手。就在极品亲戚都以为这场闹剧婚事要黄掉时，一直当小透明的二小姐李慧然却突然语出惊人放大招，表示自己愿意含泪批解出征拿下男主。二小姐这波献祭自己舍己为人的操作确实让人狂刷泪目，但在陈楠那自恋眼里，这更像是一种崇拜信任，毕竟他这双龙王慧眼早就看穿一切实珠了。李慧然虽是母胎单身没谈过恋爱，但她那堪比雷达的直觉告诉她，眼前这开挂男人绝对不简单，嫁给这大腿或许是家族摆脱反派控制的唯一 SSR 契机。老爷子见着烫手山芋，有人愿意接手，也是瞬间乐开了花，当场放话，只要是少主看中的，就算他豁出这条风中残烛的老命，也要把婚事办得牌面拉满。陈楠这老司机倒也不客气，直接口无遮拦，表示自己就喜欢这种好生养且没心机的傻白甜。这番虎狼之词的骚话，直接把在场所有吃瓜群众都整不会了。于是这终身大事就这么如儿戏般草率定下。为表诚意，土豪老爷子还特意把价值不菲的豪宅别墅直接白给送给了这对刚认识不到1小时的闪婚新人。李慧宁眼看原本属于自己的大别墅被截胡抢走，气得当场化身泼妇，开始发疯撒泼。那副面目全非的狰狞面孔，简直比之前那批拿钱办事的杀手还恐怖。他还像个反派洛洛般恶毒诅咒妹妹，找了个垃圾里的战斗机，觉得这俩人抱团取暖早晚要凉凉，殊不知编剧早就安排好了，真正要领盒饭完蛋的是他自己。陈楠看着这个在满级大佬面前疯狂跳脚的低能小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吃碗爆米花。他随口无情补刀问了一句，这塑料姐妹花到底是有多大的血海深仇？回到私人爱巢后，陈楠又暴露了他那抠门极品的一面。堂堂龙王竟在吃大餐时还不忘拿塑料袋打包，这波极度离谱接地气的神操作让旁边的保镖都看傻了。由于走的太急，别墅里根本没准备陈楠的男士拖鞋，两人为了穿哪双鞋的破事，在大厅里疯狂极限拉扯，那酸臭画面还真有点像在发糖的新婚欢喜小两口。陈楠这厚脸皮进了卧室，那是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看着冰山老婆出狱图，他竟还文绉绉感慨起花开正艳，这土味情话的撩妹手段确实有点太硬核了吧。就在两人准备发福利度过温馨夜晚时，一个没有眼力见的舔狗追求者电话强行打断施法，陈楠瞬间化身护妻狂魔反手，就是一顿素质连招，把对方给对自闭了。他这句我是她老公说的那叫一个臭不要脸理直气壮，不仅把对面破防的富二代气得血压飙升，也让站浴室门口疯狂吃瓜的李慧然羞耻的脸红到了耳根底。虽说两人目前只是拼单名义夫妻，且各怀鬼胎各取所需，但这种被满级大佬无脑护妻的感觉，还是让一向傲娇高冷的李慧然疯狂心动，心里泛起阵阵粉色涟漪。陈楠这正人君子也没想趁人之危强行上垒，他甚至设定差距，直接放话婚后可以当个透明人，互不干涉生活。这退为进的直男坦诚态度倒是让人十分极度舒适。结果第二天一早，中国好丈母娘就豪横的砸了30万过来，让陈楠赶紧洗心革面，去置办几套神装行头，别让外人看笑话，觉得堂堂李家女婿是个要饭捡破烂的。可谁能想到这主角光环泰拉仇恨刚出门，杀机又降临，车底下竟被套路般安了读秒的定时炸弹。这波不给活路的强行针对，简直是到了反人类丧心病狂的地步。这要是换做路人甲，估计早就吓尿魂飞魄散了，但开挂陈楠却冷静的让人害怕。他如机器般神速判断出爆炸时间，一个猛子强行带老婆上演好莱坞式汽车逃生。两人刚连滚带爬下车，还没喘匀气呢，远处的老六狙击手就又开始丧心病狂疯狂点名。陈楠为掩护拖油瓶老婆撤退，只能在废墟里像个蚂蚱一样风骚走位来回横跳。在这快要被爆头的千钧一发之际，陈楠竟逆天问老婆要起高跟鞋。这波神仙迷之骚操作直接把躲暗处架枪的老六狙击手都给整懵逼了，完全看不懂他想搞什么鬼。只见他如美国队长附体一个帅气投掷，竟用鞋跟精确锁定了杀手狗洞。这违反物理学的恐怖预判和非人力量，简直让人实锤，他绝对是开了锁头自瞄科技挂吧。杀手头子眼看这挂逼太猛，想赶紧抹油溜号，却被如同开了瞬移挂的陈楠直接绕后堵了个正着。那死亡通牒般的冰冷语气，简直让反派当场吓尿如坠万年冰窖。腹黑陈楠并没急着送对方上路，而是杀人诛心，拿起电话直接回拨给蠢货主使李慧宁，霸气放话要是再敢伸爪子作死，就顺着网线过去物理超度，直接灭他全家。回到车里看到老婆那吓成小白兔惊魂未定的样，心大的陈楠竟还有心情嬉皮笑脸开玩笑，疯狂自夸调侃说，要是没他这满级大号保驾护航，老婆今天绝对要全剧终了。
李慧然虽傲娇嘴硬放话要报答他，但在偶像剧标配崴脚跌入陈楠怀里的瞬间，他眼里那块拉丝的感激和深深依赖，早就不再是合约演戏那么简单敷衍了。恰好姗姗来迟充当背景板的保镖周雪，一眼认出杀手身份。这倒霉蛋竟是暗网杀手榜一狠人，却被挂逼陈楠当成不可回收垃圾一样，漫不经心随手给无情清理了。事业脑李慧然却因担心疯批姐姐继续咬人，而头铁决定先回公司苟住业务。他必须在反派王家全网封杀李家前，火速抱大腿找到新的提款机合作伙伴。陈楠看着老婆那惨兮兮、肿得像酱猪蹄般的脚踝，直接霸道总裁附体，二话不说来了个标准公主抱。这工业糖精拉满的场面，甜得简直让路边无辜单身狗狂吐狗粮想报警。此时切台看另一边的无脑反派李慧宁，正躲在渣男王少怀里恶心撒娇卖萌，为了那点塞牙缝的家产，竟无底线出卖家族，把这吸血鬼王家当成了能带他飞的最后救命稻草。普信男王大少为强行展示自己那可怜的雄风，决定派所谓高手去送人头会陈楠。他竟天真觉得这开挂乡巴佬能赢，全怪前一波杀手脑子进水太讲武德手下留情了。回到公司的全能王陈楠，不仅要兼职当老婆的私人保镖，还得充当免费推拿师。他在员工狂吃柠檬的惊叹目光中，如老大般大摇大摆进了总裁办公室，那叫一个嘚瑟春风得意。此时撞上一直妄想吃天鹅肉的草包 ATM 富二代黄浩，毒舌陈楠简直把阴阳怪气损人的艺术发挥到了极限，那无情输出的嘲讽力度，绝对是突破天际直接拉满的核爆水平。这弱智黄浩竟然还想拿那点打发叫花子的可怜订单来要挟李慧然就范，殊不知在龙王陈楠那王之蔑视的眼里，这些破铜烂铁般的家族底蕴，在他面前真是连个响屁都不算。杀疯了的陈楠为让这炮灰彻底死心，决定当场示范什么叫教科书撩妹天花板。那一顿肉麻连招下来，直接把被迫营业的李慧然都羞耻的想连夜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不仅在主角光环颜值上把男配黄浩秒的连骨灰都不剩，还在输出上把这位自封江州第一深情的沸羊羊给对得疯狂破防哑口无言。这降维打击确实是有点太不讲道理了。黄浩这战五渣竟恼羞成怒，妄图用可笑的武力解决问题，结果逼王陈楠只是耍帅，让老婆闭上眼。因为接下来单方面碾压暴揍的马赛克化，面对女孩子来说确实太黄暴血腥了。几分钟后，刚才还狂上天的傅少就被打得乖如孙子，甚至为了保命还主动献出名贵眼镜。这行云流水般的光速认怂，倒真是完美符合他那欺软怕硬的废物气质。随手清理完这些主线任务外的杂鱼后，陈楠再次堵到李老爷子。他终于想起来要弄清自己神秘父母到底是谁，为啥非要让他带着这狗血婚约下山玩隐姓埋名扮猪吃虎的戏码。老头眼看这身世挂实在瞒不住了，只能掏出压箱底的泛黄老照片。原来陈楠的背景板父母竟是20年前被神秘势力抱团坑杀的满级大佬叶家英雄夫妇。陈楠刚酝酿好复杂情绪，跑到父母坟前走祭拜流程，却不料王家派来送人头的老帮子四叔早在墓地蹲点多时，甚至还妄想在这风水宝地彻底物理终结叶家的主角血脉。这瞎眼老头仗着自己是版本 T0的所谓宗师，就开始疯狂嘴炮自恋。殊不知在开了挂的陈楠眼里，这种战五渣对手也就是一板砖拍碎或者一个屏 A 就能随手当垃圾清掉的便宜货。陈楠在扒拉父母遗物中光速解锁了当年真相副本，原来这阴间王家真的无耻，参与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开局灭门案。这血海深仇的杀父之恨，绝对的安排他们全家整整齐齐螺旋升天。此时画面一转，疯狗李慧宁眼看软的不行，竟开始明抢来硬的，带着一大群混混打手，强行扫雷般闯入公司，拿刀逼着李慧然必须在立马破产要饭和交出公司股权之间做2选1。这毒妇还做绝封锁了华美集团所有的救命合作渠道，妄图通过这种窒息的温水煮青蛙战术，让亲妹妹毫无尊严的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她这个还未转正的野鸡王家少奶奶。苦逼保镖周雪刚想跳出来反抗，却被对面的冲至高手瞬间按在地上摩擦制服。李慧宁还嚣张狂笑，疯狂插旗嘲讽陈楠已死在宗师手里，以为现在天王老子下凡都没人能救得了他们。这疯子丧心病狂，竟想让手下恶臭打手去当众凌辱二小姐，这种突破碳基生物底线的降智反派行为简直天理难容，直接让坚强的女主都被虐得彻底破防，感到了绝望。就在这要命的卡点时刻，挂逼陈楠如神兵天将般暴力破门而入，他那修罗般冰冷的死亡眼神直接吓得在场空气都凝固结冰了。显然这护妻狂魔是真的动了，要把这群人渣全给徒手手撕活包的滔天怒火。虽然男主捏紧拳头很想当场物理超度送李慧宁去地府投胎，
但在圣母老婆苦苦哀求下，陈南还是强行断发忍住杀心，毕竟这双彪狗也不想让老婆的白莲花剧本上沾染极品家属的脏血。于是他们干脆把反派作死的铁证直接狠狠砸到李老爷子老脸上。这下那些恶心人见不得光的下作操作瞬间全网曝光，李慧宁这没脑子的蠢货，这下是真的疯狂作死，把所有的后路都给彻底堵死做没了。老爷子气得胡子乱颤，震怒之下直接降下族内核弹级最严惩罚，不仅要把李慧宁这毒瘤一脉连根拔起，从家谱彻底抹除除名，还要扒层皮收回所有白给他们的豪华家族产业和嚣张特权。此时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父还妄想跳出来撒泼指责爷爷偏心不公平，却被陈南一个带杀气的王之蔑视，直接瞪得集体闭麦不敢放肆。果然这种简单粗暴的绝对战力压制智雄孩子确实是最管用的。为了让这帮眼瞎的极品全家彻底闭嘴服气，老爷子终于掀开底牌，大声公布陈南真实马甲。他这挂逼不仅是山上下来的满级神医传人，更特权拉满是当年如雷贯耳的叶家复仇小少爷。原来当年若是没叶家疯狂砸钱的天使投资，就绝对没现在吃香喝辣的李家。这份泼天救命恩情让李老头当牛做马记了一辈子，这才是他这老狐狸为何能顶着全家压力一路死保盲目力挺陈南的硬核真相。可智商欠费的王大少此时却带着炮灰大队人马如二傻子般气势汹汹杀进来送人头，他竟嚣张到当众疯狂摩擦挑衅李家底线，迷之自信觉得只要他这破落王家发话，整个江州就绝对没人敢动他这根独苗。这蠢货王宇甚至还像拿了圣旨般甩出一份所谓的可笑联合封杀令，狂妄威胁说只要李家不麻溜交出陈南，并让李慧宁这破鞋进门，那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在江州被连根拔起，彻底除名上届要犯破产。随着这破烂封杀令短暂生效，李氏集团股价果不其然瞬间绿到崩盘。这种一秒从天堂直坠地狱谷底的过山车刺激感，直接让那帮平时吸血养尊处优的寄生虫亲戚们当场破防，无耻的全员开启了疯狂甩锅模式。这帮墙头草为了死保自己那点塞牙缝的蝇头小利，甚至想内讧联手把救命恩人陈南给五花大绑献祭了，那副卖主求荣极度丑陋的贪婪嘴脸，简直比外面叫嚣的反派敌人还要让人看了想吐，感到无尽恶心心寒。然而满级大佬陈南却稳如老狗淡定，坐在老板椅上，像看猴戏般看着这出弱智闹剧。他只用看垃圾的眼神冷冷丢下一句，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给了你们这种逆天错觉，真觉得这诺大江州就凭他也配姓王了不成？既然反派非要不自量力，比拼摇人拼背景，那他就大发慈悲成全这帮瞎子。只见他随手掏出老年机，打了个神秘电话呼叫外挂，那装 X 如风云淡风轻的神态，瞬间让刚才还狂出天际的王大少心里升起1万点莫名不安。此时那帮没救的势利狗亲戚还在像疯狗一样疯狂叫嚣，逼迫陈南当场自裁谢罪，觉得是他这穷酸扫把星连累害苦了全家人，却死都不知道男主摇来的核武级大救星下一秒马上就要带着炫酷特效闪亮炸场登场了。就在吃瓜群众以为要全剧终的绝望之际，之前被揍得鼻青脸肿连滚带爬的男配黄浩却带着皇家所有身家核心资源合同当舔狗赶来救场，那牌面拉满的给力场面简直比天兵天将下凡砸场子还要让人震撼100倍。堂堂皇家竟当众宣布死皮赖脸也要与李家强行绑定，建立永久的顶流合作关系。这波无情打脸的强强联手大招，直接让王家那不可一世的所谓封杀令瞬间变成了一张连擦屁股都嫌硬的一文不值破厕纸而已。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王宇这下像小丑般彻底傻眼了，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绞尽脑汁辛苦布局这么久的必死局，竟被这山上下来的种地小子轻飘飘一通摇人外挂电话就给秒破了。欢迎订阅，下集更嗨。